2打3的时候记得要包夹哦，这样夹有球的，你不要在那边等。夹他，去啊！嗨，我叫王建生，然后我现在打带棍球大概9年多，然后我现在也在协会担任台北的发展部副理，负责推广台北的带棍球运动。现在台湾的发展的部分的话，有台北、台中跟台东花莲，其实都有国中到高中，甚至到大学有一些社团。北部的社团应该将近500人左右，那如果加上全台的话，应该有1200左右吧。我是怡轩，我目前在花莲教球，那大学、高中、国中、国小都有在教。我是在高2的时候被找入带棍球社，那刚开始没有太多人参加这个运动，那一开始也很犹豫到底要不要参加带棍球，然后最后在一些朋友、同学的邀请下，然后最后还是加入带棍球，然后一起跟大家打球。那时候是一个人来花莲，主要教的学校就是东华大学跟一些国小。在花莲的话，人数学校啊，以带棍球来说发展的不多，花莲地区的学校本身就少，能一起加入带棍球的人不是很多，所以在打球的时候，花莲内没有太多竞争的对手，所以大家都只能透过校际联赛或者是蓝雀杯，才能跟其他人去做对抗跟比赛。我是在新国中带棍球队3年级，我的名字是陈真。7年级的时候，学校有社团课，然后我就填带棍球。开始上课的时候，我就发现，哇，其实真的蛮好玩的，跟队友互相传球啊、射门这些团结的东西，很吸引我。对。我是在新国中带棍球2年级王兆勇。我是国小3年级的时候带棍球刚加入学校，然后那个时候有玩1次，然后我觉得还蛮好玩的，然后我就继续的玩下去了。让我吸引的就是会比一般的运动还要酷，别人看到我觉得他会羡慕，所以我觉得他会吸引我。我叫钟欣婷，然后今年高3读景美女中。因为刚好学校有带棍球社，所以就接触到带棍球这项运动。我觉得带棍球吸引到我魅力就是射门的时候，然后还有得分，还有跟队友配合的那个快感。我觉得就是每一次的教练，然后学姐，然后跟我们一起打球的人的鼓励还有支持，就会让我更想要进步，然后更想努力。我是景美女中高3的郭欣宇。蓝雀杯那时候第一次参加的比赛，我觉得是很棒的一次经验，然后也觉得有点爱上了这项运动。我很喜欢就是跟队友配合成功的时候，就是因为这些是我一个人的时候都没有办法做到的事，而且就是需要2个人的配合跟共同的想法才能做到这件事，所以我很喜欢这件事。一般我学校社团给他们的初衷是开心为主，先以我喜欢这个运动，然后才去慢慢的去了解更多。他们是非常喜欢带棍球这项运动的，连下课他们是会去拿带棍球去做传接。对他们期望来说，我觉得目前这样应该就足够了。
自己在教球的过程中，我发现其实很多人都是会不敢发表、不敢问，所以我在教小朋友的时候，其实会告诉他们说，不会没关系，你就直接问教练、问老师，就是我可以再教你。所以在很多时候，我会让学生就是常常可以去问，或者是犯错，就是做不好漏接，我其实都是去接受的，然后会让他们在每一次的挫败中，然后再去成长，就是让他们学会去提问啊、发问啊、反省，然后自己去纠正自己，或让自己发现到问题。我觉得发现问题是蛮需要知道的，因为知道问题才会知道怎么去解决。对。我觉得带棍球让我学到的可能是让我更勇敢的去沟通吧。就是以前在小组里，我通常就是可能听别人的意见，然后通常就是配合的那个人。但是我现在有时候会主动提出一些自己的想法或意见，去跟大家沟通。我觉得我从带棍球学到就是坚持到底的精神。在球场上比赛，每一分每一秒都很重要，然后没有到最后就不知道到底是谁输谁赢。所以我觉得带棍球这项运动让我就是体会到，就是永远都不要放弃。在发展过程中，困难我觉得还是在于人口方面的提升。每一年我们其实都很努力的去推广到学校。台北部分的话，也会去举办一些，比如说家庭日的活动，或是民众体验的一些活动，就让大家各方面可以参与到带棍球这项运动。比如说家庭日好了，那我们一开始我发想这个活动的时候是想说，其实家人好像都比较少去了解自己的孩子们从事的运动是什么样的，然后尤其是带棍球在台湾也比较冷门一点，比较新兴一点的运动。那我希望借由这个活动，让家长跟小朋友一起去了解，也是一个帮助亲子提升一个关系的活动，所以才去举办一个家庭日这样子。我希望我之后未来在路上可以看到一些不认识的人背着球杆，然后很开心的去前往他的训练这样子。因为现在其实大部分的话，拿着球杆的人90%都是知道他是谁。那我希望在未来个5年甚至到10年，能够有2倍的成长，然后有更多的人去从事这个运动。带棍球女子在慢慢的发展。第一个是人数变多了，然后一起加入一起打球的人也变多，就除了我这一阶段的人以外，然后往下都有好几个学妹，包括还在读书的高中啊、国中啊、国小，都有一些女生的加入。越来越多人加入的话，就竞争越多，竞争越多，大家的水平就会越来越高。希望这项运动能让更多人知道，就是听到带棍球，大家都能想象到带棍球的模样这样子。对，就等进球，不用想，一定是进球。我未来目标就是考进男子代表队，然后在里面变成最强的一个。2028奥运我一定要参加。我未来的目标就是希望可以打进男子代表队，然后去参加2028的奥运会。我觉得带棍球对我来说算是一个最好的朋友，因为我从高中一进来就接触这项运动，然后也就是都一直持续的在打，然后也有很多的热忱，所以我觉得他是我高中生涯中一个很好很棒的一个朋友。带棍球对我来说，就是除了学业、家人以外，
第3大很重要的东西。平常无聊的时候，其实都在从事跟带棍球有关的东西。带棍球占了我人生几乎目前人生一半啊，一半的人生都在打带棍球。它对我来说很重要，它对我算是一个抒发的地方，也是我开心的地方。我的有一个偶像是 Lyle Thompson， 他觉得这个运动算是一个解药，就是让你开心，可以治愈你一个身心灵的部分。那我觉得它真的蛮像这种功用啊。帮助我人生度过很多事情，不管是开心或是难过的，对。